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 今天是8月10号的周复盘视频， 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今天我们依旧是从两个方面呢，去给大家讲一下美股的一个走势行情。那纳指呢，一如既往的出现了新高，而且本周呢是一个跳空向下强势修复的一周。那么接下来的话，纳指还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情？一会儿我们来具体的分析一下。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看一下热点股票。那今天呢会讲到特斯拉、苹果，还有美光科技、PCG， 还有我们的一个3倍半导体做多和做空的一个对比。那如果说Lucy 的技术分析是对你有帮助的，可以评论区留言888，感谢大家的支持。首先呢，这张图表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星期五的时候呢，纳指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点位呢是 21,464.53。那这一个位置呢，其实呢就比较难记，但是我们来着重的分析一下它的一个位置。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一根9号 K 线呢是近期我们做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当然它的一个强势反弹呢，首先是修复掉了一个缺口，然后呢是来到我们的一个大阴线的一个底部的一个位置，然后呢中途出现了一个调整，那最终呢是在周五的一个 K 线呢是收掉了它的一个高点。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呢有一点可惜的呢是它的一个收盘价，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位置是21457，那现在我们的一个收盘呢是21450，所以呢差7个点啊。虽然它是刷新了一个高点，但我们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我画一条横线的话，大家会发现这个位置呢，它只是顶到了它的一个高点。所以说下一周的话呢，就比较关键了啊。下一周能否站上这个高点，然后继续上行的话，那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去分析说它到底能不能站上去？那我们很希望说在这个地方纳指它就不要回头嘛，继续涨啊，再出现一个结构9，然后再继续沿着我们的一个彩虹飘带继续上行，那我们是非常喜欢的，只要它出现低点我们就可以低吸了。但这样一个方法到底能不能去判断？那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先说一下我的一个盘前广播。那我在广播里呢会一直说去分析到它的一个纳指的一个走势。纳指收出一根假阴线，其实我当时已经画好了这个区间，就是这个大阴线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一直是以这个大阴线呢去做分析。那说假如这个阴线要出现一个真阳的一个确认，那点位呢就要到上面的一个高点了。那今天能否刷新呢是很关键的啊。所以说在没有确定高点能不能刷新情况下，你仓位肯定是要控制的。那如果说等到这个高点确认是安全的，那周线我们看三彩童子如果说消失了，那震荡是会加剧的，但是可能会出现那种震荡上行。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假阴线收出一个真阳线的星期五，这个就是真阳线的一个确认了。所以说这个位置呢，其实我们在内部课程里有给大家去讲，这个地方呢还是这个顺利的收复掉了。虽然说耗的一个时间比较长用了1周的一个时间，但是好在呢它现在是出现一个这个阶段性的一个回调之后呢，然后出现了一个拉升。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这个周是收出了一根周 K 线的，而且呢我是说这个周如果说三彩童子消失的话，那其实呢还算是好一点。所以这个位置呢周 K 线我们是看到了三彩童子是消失掉了，而且它这个比较好的点呢是这2根 K 线它是出现了一个反包的一个组合，而且大家知道这2根 K 线呢是一个止跌组合。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彩虹带上方周线出现了止跌组合的话，那我们下一周呢就期待它有新高，期待它能站上去。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它一旦是站到这个上方，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阳线的话，其实它会继续涨，但是呢它不是说一直这样往上拉，它肯定还会需要去回踩。那如果说回踩的话，我们就要有一个防守的一个点位。那这个防守点位是多少呢？其实大家有看到我在这个位置是画了一条线，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不能跌破这一条黄线的。那这个黄线的点位
位呢是21,176.4，所以说大家记好了，它这个21,176.4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啊？那日线的话，移植到这个里面，大概是在这个地方，也就是21,200啊到21,100中间的这个位置，大概是这里。所以说呢，它的一个防守的一个空间呢就不是很大，所以下一周的话，我们呢首先去看它能否突破。如果说延续这个上方的话呢，那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它要回踩的话，那这个点位不破，那你还将继续这个持有。但是这个点位一旦破了的话呢，还是要减仓。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波段仓位短线的这种，你就要暂时的先出来了。可能会出现那种上一周去分析的，说那它要回调的话，在震荡这个呢就是我们不要去这个受到我们的一个利润的一个损失，或者说磨损就好了。那这个就是纳指的一个分析，但好在呢现在是比较强势的一个修复这个是可以确定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的一个股票的一个表现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呢，我们来分析第一只就是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日线走势图呢，现在这个展示给大家，大家应该记得，就是我之前呢，在这个高点高点还有这个位置，就是这3个高点的一个连线呢，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这个擦掉过一直放在这里。也就是说，特斯拉其实在这个回调的过程中呢，是一直没有跌破这个机构成本线现在看起来呢，还算是这个强支撑。而且呢，特斯拉它反弹的话，其实这一天是不知道它能否出现这种拉升的，等于说其实是周五的时候才确定了它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这个确认。那是怎么样来确认呢？就是这一个三角形的一个上边界。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特斯拉它的一个这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有效性还是蛮大的。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是说周五的时候出现了一个 MACD 的一个金叉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那在这个地方，特斯拉涨到这个位置股价已经来到了330以上，所以说肯定有小伙伴会这个担忧说，特斯拉这个地方如果说没买的话，还能不能上车？我给大家去分析一下。其实特斯拉呢，我是一直有去这个跟踪的，虽然我没有在视频里讲，但是我的一个盘前广播呢是一直有在去跟踪特斯拉的。当然我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去说了，这个日线三角形边界呢是一个极致的一个位置指的就是这个地方。然后呢它的一个稳住320这个价格，那周线呢确实是一个止跌的一个信号了。一会儿我们去看一下周线的一个情况，那就看下周能否突破上去。结果呢它就提前了周五的时候就突破了。那如果是以周线级别的一个反弹，那持续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些了，因为以周线来看的话，它至少要5天嘛。所以周线呢是站稳机构成本线的一个位置，就是半年的一个机构成本线。那筹码峰的话更是集中在这一个区域然后呢，所以我们的一个这个共振的一个佐证就说这个 K 线呢，如果说出现向上的一个选择的话，那就是多方胜利了，股价就会拉升。那我也是关注这个盘中的一个突破就比较重要。那这一段文字呢，去给大家去描述一下就是说它现在特斯拉呢，它这个位置突破了。那此前我讲过说320嘛，结果它星期五的时候其实一开盘之后呢，很快就突破了。突破之后呢，它的一个股价拉升的一个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当然这个过程呢，因为周五的话其实是有一些这个期权到期的，所以说这里不排除说特斯拉呢，它是为了这个期权的一个这个了结，那先拉升call单，然后呢出现回落之后呢 put 就是终归是多空呢是握手言和了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呢，特斯拉的话这样分析的话，它下周应该还有上车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的一个周 K 线的一个表现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周 K 线的话就是生成的比较慢，要5天的一个 K 线走完之后才会出来。但是呢它在周4和周3的时候是有点迹象的也就是说周3一根阳线呢，其实它在这个位置我当时观察了，然后呢它周4又出了一个小阳线呢，基本上是包掉了这个阴 K 线，然后呢周五一个拉升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组合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止跌组合，而且呢就是通过2周也就是10个交易日完成的。而且它现在呢就是周 K 线的话，它是在一个紫色飘带上方，
所以说现在其实止跌组合啊，包括这个紫色飘带的一个位置，我们有很多财生朋友啊可能会说啊，有的时候呢它会飞出去，但是我们看周 K 线它就比较贴合它的一个位置了。所以说其实呢这个方法也可以用到我们的一个周 K 线。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如果说我们去看日 K 线和周 K 线的一个共振的话，其实这一天呢我们就有一些迹象，但是呢实话实说，这个位置它是一个空方带，就是黄色的，所以说我们不能确定说它一定是多方占优，或者说它一定是能突破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星期五的时候才确认。那我们其实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止跌组合的话，那其实下周的话大家也不用担心了，下周应该还会有上车的一个机会。那如果说还没有跟上特斯拉的，或者说想要去跟进的话，那下周的话你还是有机会上车的。那它的一个点呢，其实这一个组合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回马枪。那这个组合呢，我其实没有给大家讲过啊。那么下周的一个课程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去给大家去讲到它的一个这个买点是如何去判定的。那这个就是特斯拉。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说，特斯拉下周的话应该还是会有机会去买入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特斯拉它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想要买的话，在哪里买？首先呢，这个是看一下60分钟图60分钟图呢，其实这个60分钟图呢，其实对特斯拉是比较友好的而且我们的一个这个 AI 系统呢，其实分析特斯拉的话就会比较灵敏，而且很到位。那我给大家讲一下，首先呢，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能看得到抄底套餐的，也就是说它的一个这个60分钟呢，其实是出现过这个白 K 的一个组合，但是呢，它的一个走势基本上是这样来之后呢，然后连续几天的一个下跌呢，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而且低点呢是有给到过298这个位置比较极致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298这个地方呢，随机这个一天呢，它是有出现过聚宝盆，而且是一来到这儿就有聚宝盆，等于说这个价格呢是机构的一个共识。那刚刚看到日线之后呢，其实大家应该是有印象的，也就是说它一到机构成本线那个位置它就反弹了，所以说60分钟呢就反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聚宝盆的一个位置。当然特斯拉日 K 线是没有蓝色的也没有聚宝盆，然后呢我们就不得不去想它这个位置可能是一个 W 的一个形态，也就是说这个低点呢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所以说就在这个白色框框内。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其实呢它在这个地方是出现过2个止跌信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止跌信号就比较明显了在这个地方那出现变字之后呢，这一个4号 K 线就比较大了。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上车呢，可能你不确定，因为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拉升其实到这个机构成本线这个位置呢是受到了一些这个阻碍，所以说你会发现特斯拉拉到这个地方它就上不去了股价，而且呢它会出现一系列的一个 K 线呢九转，对吧？而且还有黄色 K 线，你就会比较担忧说它这个位置是不是压力。但是第二个这个止跌信号呢是在这个位置，这2根 K 线的话其实是比较关键的，因为这个地方等于说它是在机构成本线的一个下方，那它这个过程呢是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但是这2根 K 线呢是站在机构成本线上，等于说这个位置是一个支撑。那随后呢它就出现了这是连续4个小时的一个拉升，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去看懂它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彩虹飘带呢，如果说它还在机构成本线下方，那它的一个修复力度呢就会小一些，但如果说在机构成本线上方的话，那它的一个这个力度就会大一些。所以说其实从60分钟的话，你要是做短线或者说做波段几天的一个交易的话，其实呢盯好60分钟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看未来的一个情况的话，肯定是要看周线的。那么问题来了，肯定有小伙伴看到了这个位置是出现了一个三彩童子。那刚刚我也说了，我说这个机构为了去这个平衡期权，就是那个 put 单，它可能会这个抛一点股票呢去打压它一下，这样呢它才能去把这个 put 单也去这个和谐掉。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是出了散财童子没关系，散财童子等于说它这个地方可能要回调，那回调正是我们下周去上车的一个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要去等下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止跌组合。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上方
那我刚刚讲的机构成本线上方它就是一个支撑啊，如果说它还能回到这个地方，然后再出现2个 K 线的一个组合，那就是我们去上车这个特斯拉的一个点。其实呢，从60分钟到周线到这个日线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信号呢去给到大家。当然我们之前的一个抄底套餐也好，包括我们的一个止跌信号也好，都是可以用的，而且是可以用在周 K 线的。那我也会在我的一个这个盘前广播里呢，去给大家去做一些这个文字上的一个描述。那咱们这个 Lucy 的订阅粉丝们就注意了啊，咱们的一个财生频道的盘前广播就是文字的描述呢，会写到我近期跟踪的股票的一个机会，包括一些这个交易的思路。如果说你是新加入的粉丝你们有这个整整15天的一个体验期。如果说你还没有拿到这样的一个独家资讯的话，赶紧去找助教的老师去领取。那还有第2重福利呢，就是喜欢去做期权的粉丝朋友们，那 Lucy 也为大家准备了期权的入门课程就在我的一个平台的一个这个会员视频里面。那如果说你想这个学习期权，还有一些实战的一些交易分享呢，点击加入成为了我的一个超级露露粉的话，那你就能在会员视频里能看到专属的一个期权知识，同时呢是可以学习我的一个实战期权交易技巧的。那如果说你成为铁粉的话，那我还会再送你盘前广播1个月的一个时间等于说就是45天的一个体验期。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你是能看到其实交易期权的话是有神器的，那就不要错过了。那下周呢 Lucy 的团队的老师们呢，还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多空重构利润保卫战主题的一个这个内部的一个课程，一共是为期2周的一个课程。那从8月12号到8月23号这个连续10天的一个这个课程呢，就会给到大家去讲解现在的一个当下的行情我们要如何去处理，包括这个龙头是如何去这个获取它的一个利润的。那如果说你想进一步打磨自己的一个技术分析的一个技能的话可以这个跟上这个课程。那其中呢8月14号和8月21号的课程呢是由 Lucy 来讲的。那想跟上学习的朋友，报名方式呢就是戳下方置顶链接，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发送口令是利润2个字，就是我们这2周的一个主题，那就可以把这2份大礼包全部领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苹果公司的日线走势图。那苹果公司呢，就是在这个我们本周的一个周3、周4、周5出现了一个连阳的一个拉升，而且呢是从这个股价从205拉升到230其实呢对于苹果来说的话，这样的一个拉升实属罕见，而且呢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这个过程我一直没有去跟踪苹果公司，是因为它在这个过程中对我的一个伤害比较大。其实震荡的这个箱体大家也看到了，可能有持续半年之久。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苹果公司它这个位置的一个这个叙事呢还是比较折磨人的。所以说它这3天的一个拉升终于去修复掉了我们的一个机构成本线。那之前我有给大家去讲过就是我们的一个内部课程呢，去给财生们去分析，就是说它这个位置只有苹果公司，我们去看到那几个7巨头8巨头也好，就是这个机构成本线这个位置都突破了，等于说半导体那几个公司都已经拉升的离它很远了，但是苹果公司就没有，而且呢是大幅度的落后于其他的公司。其实它早晚有一天要拉升，但是呢就赶在了这一周。那我们来说一下，其实苹果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能看得出来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长长的一个箱体震荡，而且它的一个股价呢其实变化的话也不足10%的一个空间。但是它是在哪一天突破的呢？其实是第2天这个跳空缺口突破的。但是它在突破之前呢，它向下蹲了一下等于说洗盘了一部分。那其实在这个位置彩虹带呢是这个多转变为空出现了一个变字，而且呢这个位置它出现这个机构这个低吸。那我们知道之前呢每一次机构低吸的时候呢，它都会有一波上涨，但是这几波呢它的一个拉升都没有这一次它的一个拉升幅度要大。所以说它一举3根 K 线呢3天就突破了机构成本线。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苹果公司呢，它就扛起了我们的一个纳指的一个这个指数的一个反弹，等于说其实它的一个权重的话还是第一位的啊，它的一个权重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它在这个其他公司没有说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的时候呢，就拉升，然后呢助力纳指呢是创新高的。所以说下一周的话，其实苹果公司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啊，它有一点点超买了，等于说黄色的 K 线出现了，而且呢咱们的一个多方带啊，就是彩虹带多方呢，它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变子，从黄色又变成了一个紫色的一个区域。但是呢它的一个走势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反弹的力度到底在哪里。如果说苹果公司它还继续向上的话，那如果是你是短线的话，你能在这个低位能去低吸它没有关系，但是呢它拉升的话就低吸高抛就可以了，但是只能去做短线。因为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会有一个战法，就叫这个见龙在田。如果苹果公司这一轮的一个拉升突破之后呢，它有可能会回踩机构成本线。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不想追高的话，你可以等一等苹果公司的一个回踩。那不管是它回踩机构成本线也好，还是回踩我们的一个多方带也好，它都会出现一个回落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喜欢苹果公司啊，想要去参与的话，那可以等等下周或者后面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周线是一个什么情况。那苹果公司的话，这个周线就很值得啊大家去研究了，因为在这个地方周线现在还在一个空方带，但是呢它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这个半年线的一个上方呢是比较接近的，出现了一个止跌信号，而且呢它现在这个聚集的一个地方呢就很容易出现这个变字。如果说周 K 线出现了变字的话，那可想而知苹果公司后面的一个走势的话会有多么强劲。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呢非常好啊，它是一个这个启动的一个位置，但是它肯定要回踩，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机构成本线这个位置。所以说呢我把它一个这个回踩的一个位置呢大概啊去这个平衡一下，去看一下共振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周 K 线的话大概会回踩220块这个位置。那现在呢股价是230左右，如果说它能回踩到220的话，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上车点。那么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通过周 K 线来去看的。那现在看来的话，我们的一个彩虹带啊，包括这个机构成本线是比较好去观察这个股票未来的一个走势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美光科技的日线走势图。那美光的话呢，它与这个其他半导体板块的一个股票走势呢就有点这个相违背了。它是最先开始调整的，而且呢它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时间周期啊会比较长，这里呢应该大概有2个月的一个时间了。而且呢它的一个彩虹带呢其实已经在这个空方带呢运行了很久。那包括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反弹呢，其实我有去给大家在视频里面去分析，但是它幅度就不会很高。也就是说在这个空方带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反弹就比较弱，而且呢它会弹一下到这个中轴或者边界的这个位置就下来了。所以说大家知道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就是它反弹的话，只要是在空方带下面的话，它就是弱反弹。那这个就是给大家去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因为这个是走出来的一个行情。那接下来我想说的是，就是它现在在哪个位置出现了一个止跌，就是它在一个机构成本线在金叉的一个上方。我们可以看到粉色线和绿色线基本上是粘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想象为金叉。那在金叉上方呢，其实它有出现一个止跌组合，也就是说我们在遇到了这个空方带，你不知道它在哪里止跌的时候，其实这一个机构成本线呢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那接下来呢它就出现了一轮这个拉升而且呢它的这一次其实有去到了这个飘带的一个上方，而且我们看到了就是它这2根 K 线呢也是一个止跌组合，也就是反包的一个 K 线，而且这个 K 线的一个高点还会这个高出许多。我们大家看一下它这个 K 线的一个高点去到哪里了。那我们大家都学过下降9的一个分析，那在下降9的过程中，我们知道它只要是反弹的话，其实它的第一个目标位也是它的一个第一个阻力位
就是在1号 K 线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它星期五的话走势呢，就是一根阳线呢是达到了这个1号 K 线的一个位置。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接下来美光它调整，我们刚刚说也有2个月了，它在这个地方呢，它已经穿出了一个黄色的一个飘带，但是这个不足以证明说它这一次一定说能在这个位置出现变字，而且呢这个变字我们也要去等，但是我们要知道它后续它能不能出现这个字。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日 K 线呢是出现了一个这个金叉 MACD 金叉，等于说它在这个位置呢是这个收敛过了啊，然后呢去这个反弹，然后我们看一下龙线呢，其实又回到了一个加速区有一点点，也就是说整个的一个纳指或者说整个半导体板块啊，它要不出现下跌的话，其实美光的这波反弹还是很有质量的，那后续呢也可以值得期待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周线就比较好辨认了。周线呢，它是经过一轮拉升之后的一个回调啊，等于说这个是5周，也就是说1个半月的一个时间，那就比较明显的看得出来，它在这个地方回踩到了多方带，而且呢，它在多方带上方出现了一个止跌组合，非常标准的一个阳包阴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接下来只要在这个后续它不会跌破这一个位置，也就是112左右或者113左右。它还会再起来的话，其实后面的一个行情从日 K 线的话是可以期待的，但是这个前提是纳指不要出现大跌。如果说它在这个位置能出现大跌的话，其实美光的话它也扛不住。所以说呢，在纳指它能继续这个震荡也好，或者拉升也好，它都可以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所以说下一周包括这个后面的一个走势的话是可以值得期待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PCG 的日线走势图。那 PCG 的话呢，其实是近1周多Lucy 有跟踪的一只股票，包括也给我们的一个粉丝朋友和财神朋友呢去推荐过。那是这一天去推荐的。当然呢，这个过程其实呢，这个走势的话已经在我之前预判的一个行情里面给大家讲到过。因为我说这个地方有这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压制，它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回调。结果呢，它还没有到这个地方就出现了3根这个小的阴线，但这3根小的阴线呢，目前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走势。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一个框出来的这个位置，这5根 K 线，大家看它像什么？是不是我们的一个单阳不破的一个战法？也就是说这个单阳等于说这个位置它要不跌破，或者说腰部不跌破的话，那它再起一个阳线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买点。而且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根也就是周5的这根 K 线呢，其实它快踩到腰部了，但是呢它没有踩完，所以说后面的话下一周其实呢是有低吸的一个机会的。所以呢，咱们有参与 PCG 的小伙伴呢，你是可以去再去买它的。也就是说，我们财生呢也有跟 Lucy 私聊的时候呢，问到要不要出来。其实这个位置呢，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做波段的话，你可能你赚到了这一波之后呢，那你就先出来。但如果说你是还想再去这个向上拉升的话，那你肯定是不用出来的。这个位置呢，其实它的一个跌幅又不是很大。而且呢，我们知道它其实在低位的话，最低也就12块9毛7的一个地方，而且它是有这个日线聚宝盆的一个加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呢就要看你的一个交易计划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说你的交易计划如果是做波段的话，那这样的一个单阳不破，你就要去观察它是否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那它现在呢出现这个回踩彩虹带边界的一个地方呢，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低吸的点。所以呢，如果说下一周在这个地方是出现了这个止跌组合也好，或者说单针探底也好，不管是怎么样，就是一定要靠近这个边界再去做这个交易才可以。那这个是 PCG 的一个分析。那我的一个盘前广播呢，会有这个提到 PCG 呢，当时是8月7号我已经说了，我说这个连续5天的跟踪呢，股价是来到了机构成本线附近也就是指的这个粉色线。那目前呢是还没有出现卖出信号，那可以继续持有。那彩虹带多带呢，它其实是有变宽的，变宽是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股价拉升的一个幅度和速度是比较大的，力度也比较大，那就是说多头强势的一个表现。
所以说呢不适合追高，但是你是可以持有不动的啊。我是8月7号讲的，应该是这一天吧。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它的一个位置跟我一个文字的一个描述。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周线什么情况，它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回调了？这一周的话其实是这一根嘛，绿色的一个阳线，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其实它是受制于机构成本线和我们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中轴的一个压制，所以说是双重的一个压力啊，等于说这个位置有共振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周线的话是很难得的周 K 线有聚宝盆，所以说你的一个计划呢，就是看你是做这个波段啊，还是做短线呢，还是说做一定的这个时间拉长一点。那如果说你时间拉长一点的话，可能要受一下这个煎熬，就是说它在这个中轴这个位置可能会出现回调啊，我是说可能啊，就是说出现一根阴线，如果说阴线呢肯定要回踩嘛，这个位置啊，就是说受他们两个的压制啊共振，它有可能要回调。那你在这个位置减仓，然后等到下面来再接也可以。那它在一个这个平台位的话是有这个防守的，等于说你看它是在这儿嘛，它这个白 K 然后第二周出现了一个这个反包，而且呢它回踩了，对吧？回踩了这个白 K， 这个低点是买入的，所以说它有可能下一个低点呢它不会到这儿，这一根阳线呢应该差不多是一个防守的一个位置了。所以说交易计划呢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这个分析来做的。这个共振点呢等于说这个阳线它如果说14.5块啊，14.5块是哪里呢？比如说多方带拉到这儿啊，它可能回调到这儿，但是这个有可能，但是不一定啊。所以说要根据盘面啊的一个情况来，但这只股票你说它会大跌或者怎么样的话，应该是不会的。所以呢 PCG 如果说小的一个细节的话，就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计划来了。这个是 PCG 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3倍半导体做多的一个日线走势图。那为什么把这个3倍半导体做多拿出来分析呢？实际上我之前有给大家讲过，就是说它其实是受制于机构成本线，它就一直没有拉上去，而且在这个地方呢是出现了一个向下跌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变字，从这个紫色也就是多方带变成了空方带。那在这个地方呢它出现了一个空头的一个走势呢，但是它没跌多少啊，是因为什么呢？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小的一个 W， 是因为它下方有一个机构成本线，所以它的一个空间它夹在这个两组机构成本线中间的话，它就跌不太动啊，所以现在呢就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但是我们看到了，其实它现在呢有一点点像 W 这个位置，但是它在空方带这个地方啊，由于这个半导体的一个反弹，它出现了一个什么止跌信号，这一组是止跌信号，所以说呢它接下来如果说下一周的话，再突破上去的话，它有可能又变回来了，变成多方带了。所以这个位置呢就是要去跟大家去讲一下的。因为这个3倍半导体做多呀，它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比如说英伟达也好，比如说 AMD 也好，或者是博通，它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拉升。但是这一次拉升的话，因为它3次啊它去戳这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上方，它终有一次会戳过去的，就是也等于说它是站上去的。那如果是那样的话，其实呢这一只标的才会有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能不能上去，就是要去看一下周 K 线。但周 K 线呢现在就是我们一下子就看到了它其实是被这个粉色的机构成本线压制了，而且周 K 线现在没有反包，所以说这还不是我们一个参考上车的一个点。它一定要等到周 K 线再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阳线啊，把这个机构成本线突破了，或者说它在这个上方这个出现了一个拉升反包掉了，或者说这个位置再上去了，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要等多一周等多一周去看。现在这个位置肯定是还没有确认反包掉的，所以说它不是一个这个上车的点，但是它可以观察下一周的一个走势。一旦说它反包的这根阴线过掉这一个价格的话，那就有可能去这个拉升。那这个是3倍半导体做多。那同样的我们要去对应一下，去看一个剪刀差的一个标的，也就是3倍半导体做空。那3倍半导体做空呢，我是在这一天去跟大家去分析的然后也分享了。那它反弹了之后下来，然后再反弹，我在周五的视频呢有去讲它是比较弱势的，但实际上现在大家就知道了，它就是一个做多的那个品种的一个反向。所以说刚刚我们看到那边是止跌组合了，那这一天的话其实就没有上车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过程呢，我想大家应该也能想象得出来它的一个对应的一个关系。所以我在我的一个盘前广播呢，有去大段的文字去跟大家去讲。那我是会讲到说这个，因为它跳空下跌这些这个特点，那震荡的一个幅度加剧的话就比较大了。然后呢，第一就仓位才是第一的关键，就是你能不能赚钱，或者说亏钱了，对你影响大不大，其实是因为仓位的关系。所以说你不管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这种剪刀差或者说带3倍的3倍这种 ETF 呢，你一定不能仓位大。所以呢，如果说真的做错了，它的一个伤害性也不大。在这个彩虹多带的一个边界看起来是有支撑的，但是呢，你要是否有止跌组合，但现在没有的话肯定是不能去买。那第一压力位我是给到了，但是呢，它现在没有买的机会。那如果说它真的是能买的时候靠近这个第一压力位了，你还是要斟酌一下它的盈亏比划不划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如果说在下一周的话，这个多头不能涨上去的话，那肯定就是空头的思路。但如果说多头涨上去了，突破机构成本线了，那你这空头肯定是不要了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对比所以说这2根标的呢，要去这个很好的去衡量一下。那靠近上边界低吸的话，这个财生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呢，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去介绍的这个3倍半导体做空和做多，它是如何去表现的。那今天我们的一个分析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了，拜拜。